好，最後一節的環球大事件，我們剛剛講了很多中東的議題，但現在要回到美國本土哦。來看上個周末，有許多的美國民眾呢，沒有利用周末去這個放假享樂，而是走上街頭，發起了一場無往日的示威遊行哦，就是抗議川普政府啊這個第二任期以來一系列的迷之操作，甚至不惜發動了一場美國人認為本該不需要去投入的戰爭，包括在歐洲、意大利、倫敦、巴黎等許多大城市也都來一起響應，尤其是當美國前陣子出現了這個粗暴的 ICE 哦，這樣一個移民執法局非常粗暴的舉動，再加上這場勞兵傷財的中東戰爭，老百姓現在更加的受不了，認為這個戰爭是你美國大人物決定的，但憑什麼這個能源的價格、物價飛漲都是我們老百姓在買單呢？簡單一句話，就是這場戰爭如果打得越大、打得越久，對於川普政權的期中選舉，還有整個國會的布局都會更加的不利。所以，我們進入到2026年，看到川普第二任期以來哦，他就是油門全開，不斷的這個踩油門，然後幹大事。但是幹大事幹了這麼多，幹到現在呢，這些因果輪迴要反噬到他自己身上了嗎？我們先請問委員來發表一下你的見解。对啊，我真的很替川普擔心哦，也替他捏一把冷汗。坦白講，在我內心裡，我是希望川普能夠長久的掌權下去的哦。那麼這個因為對於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大業是有很大的幫忙，但是現在情況看起來不太樂觀哦。不太樂觀的原因是我只舉幾個訊息給大家分享啊，就是最支持川普的就是福斯電台了吧？對，福斯電視台做出來的民調，這個結果都是反對出兵伊朗的哦，打伊朗這場莫名其妙的戰爭，連福斯電視台哦，他在前一段時間還挺住了哦，說5-5波哦，那麼現在他都不得不把真實的民調反映出來，說他的民調結果都是這個多數的美國民眾認為根本不應該打這場戰爭。是第二個訊息是什麼呢？是川普自己家海湖莊園的那個選區，佛羅里達州第87選區的眾議員改選民主黨贏了。這是跌破大家的眼鏡的。佛州一向是共和黨的大本營，更不要說海湖山莊園在的那個87選區是川普自己的選區，他家就住在那裡。那個選區，這個川普所支持的候選人，共和黨的都落敗，民主黨拿下來了。民主黨在過去這段時間連續贏了12場啊。所以當然，在這個美國所有的預測說，如果這個趨勢直接走下去的話，今年年底的這個期中選舉，川普必然大敗啊。然後呢，這個民主黨可能會把眾議員給拿回來了哦，那麼這都會對川普造成很大的衝擊。那最近另外一件事情也反映出來，美國民眾現在對川普這個另外的不滿哦，是什麼呢？就是大家看到的那個紐約的拉瓜迪亞的機場的那個對撞事件哦，就是一個加拿大航空的這個客機撞上了一輛消防車。最主要的原因是什麼？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他們搞 Dodge， 他們這個跟政黨之間的鬥爭，所以呢導致到預算這個薪水發不出來，所以 TSA 根本沒有足夠的人力啊。美國航管的大夜班人力只有2個人，所以在那個情況之下，拉瓜迪亞這麼頻繁降落使用的機場只有2個夜班的航管人員，所以才會導致到這樣的狀況哦。而且最近這段期間，如果大家有朋友在美國的，就知道說，美國所有的機場安檢啊一團亂，亂到簡直是驚人了。為什麼？因為沒有了預算，沒有薪水，所以 TSA 沒有人員。然後川普還幫倒忙，他叫ICE的人去機場執行安檢哦。然後呢，最後機場的人說ICE不要來就算了，ICE來了還幫倒忙。這些東西都是美國民眾現在深層的不滿。那你更不要講接下來的油價上漲、通貨膨脹了。所以我真的很替這個川建國同志擔憂啊。真的好，就像委員剛剛幫我們分析很多，川普這一系列的操作，不管是出兵這個伊朗，做外局的布局，還是在美國內部已經像個高壓鍋一樣，整個壓力都已經快頂不住了。對於共和黨來說，絕對不是一個好消息，因為這個廣播公司的一份統計就顯示，這次期中選舉前宣布退休的共和黨議員哦，也就是放棄爭取連任的人數就已經高達36位了，感覺他们的政敵民主黨感覺這什麼事情都不要幹哦，就等着看共和黨自己玩火自焚，然後他們的這個民意就往民主黨這邊來流向了。所以，姚老師你怎麼看川普這樣的舉動，會不會現在一人毀全黨的感覺在這裡發生？現在看起來，在年底的期中選舉，共和黨的選情不妙，尤其是在眾議員的方面。目前我們看到36位共和黨的眾議員說不選了。不過這裡面有20位其實是要去選州長跟其他的職位，不過也有很多的因素哈，其實他也是不太想再待在華盛頓了，所以看看有沒有別的職位可以去。
那相對於共和黨，民主黨只有21位說不選，而裡面2/3其實也都是要去選別的職位。美國的眾議院總有435個議員哈，那可是他每2年改選一次，這個在別的選舉制度看不到的，是因為2年的改選是表示說你選完了之後，可能就準備下一次選舉了啊。大前委員最了解，你大概能夠休息個半年，你接下來就準備下一場選舉了。然後他也一樣也有初選呢，所以事實上在比較激烈的這個地方哈，這個對於這個選舉而言，這個壓力非常大。所以有些人其實是因為選舉的壓力，有些人因為又要奔波於在華盛頓，跟就是他的選區哦。那有些人現在是很清楚是受不了川普了啊，特別本來是很支持川普的那個 MAGA 的大將叫做這個 MT Green 啊，因為女性，對，那他就是因為倒不是因為目前伊朗戰爭，而是因為那個愛潑斯坦案哦，愛潑斯坦案，川普就是不願意講話，是不願意講真話，那事實上違反了很多宗教支持，尤其在 MAGA 裡面對於這個案子的一些不滿，所以有些議員沒有辦法再幫他辯護下去，那只好說老娘不幹了，我老子不幹了。是了解。好，川普现在要擔心的，除了可能很多的 MAGA 大將呢都要背棄他而去之外，國內的反彈聲浪、民調上的打擊，他還要小心他的人身安全。怎麼說？因為現在有消息指出，伊朗或者是極端的什葉派可能會派出各種暗殺。因為《紐約時報》就掌握到資訊，可能有高達1000名的伊斯蘭革命衛隊的成員現在潛伏在加拿大，挑準時機可能要這個滲透到美國內部進行一些攻擊啊，或是搗亂，我們不知道，但要觀察。另外，法國也在周末的凌晨發生了，在這個美國銀行辦事處前呢，有2名嫌犯，非常年輕的未成年啊，他們想來這個點燃這個燃燒彈來抗議。所以現在中東戰火的憤怒影響到是全世界的什葉派，還有極端的穆斯林人士。現在大家都要開始讓美國付出一些代價。好，伊朗針對美國的反擊哦，或許剛剛我們談了很多軍武上的啊，不管是飛彈、導彈，乃至封鎖海峽、經貿層面，甚至是現在讓美國的社會安全網成本大增哦，因為要防止這個極端的穆斯林在美國做出更多的極端的事情。這會不會是一種另類的不對稱作戰？我把你跟你的戰爭從戰場上到社會各個層面都全方面來打起。艦長怎麼看這場戰爭？如果我們看伊朗的這個經驗的話，還是不要發動美國國內的恐怖戰比較重要。為什麼？免得美國啊，突然又團結起來了。哦，是啊，对不对？那就當初911的那種，对那個時候，也就是當初他們對於伊朗的誤判也是如此。是。那我們這邊看到 No King Who is King？川普啊，川建國統治啊，那但是呢，其實我們如果看那個橋水避險基金，他的一個創辦人達里歐，他寫過一本書啊，叫做《變化中的世界秩序》。那他來談一個國家的內部秩序的話，我們來看到，如果在這個第10點就是過分擴張，然後在第11點呢，就是失去競爭力，然後還有這一個貧富差距變大，我們看到的是不是就是美國？那而且呢，我們接下來看到剛剛那個大千委員有特別講到巨額債務，就是第13點。那現在又說要印鈔票了，鈔票上還要印川普的那個簽名，它真正的意涵是什麼？它真正的意涵也就是美國又要開始印鈔票了。那印鈔票其實也就是讓整個國家的秩序越來越破敗。那這個是我們講到國家內部，但是如果說我們換成是一個美國現在的，它其實它是自認為是一個帝國啊，帝國什麼時候傾頹？那也就是我們看到的啊，第4項這裡，也就是財富與政治分歧逐漸擴大。美國是不是現在就在這一個點上？其實不止啊，它有第5個點，財務狀況惡化且衝突加劇。